陈平安，镇上彩票站拉的那个“恭喜陈某喜中100万”的横幅，是不是你小子？装，接着装，全镇人都传开了，你还搁这儿喝棒子面粥糊弄谁呢？怎么着，中了100万大财，怕我们这些穷亲戚沾光，连夜把门给反锁了？平安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当年你爸妈死得早，要不是大伯和我们在村里照应，你早饿死在村头了。现在发了横财，想吃独食，老陈家可没你这种白眼狼。大伯、嫂子，我确实中了一点，但那是交了税的，而且我还欠着镇上买农机的2万块钱。放屁！100万交完税也有80万，这钱你把握不住，下午就去银行取出来，交到大伯手里，我替你保管。钱的事儿先不说，按咱们靠山村的规矩，家里发了横财，必须得大摆流水席谢恩。你大伯可是陈家的当家人，明天晚上县城最贵的海霸王海鲜酒楼，你必须摆一桌最顶级的孝敬我们。对，听说海霸王有个牡丹包厢，一只大龙虾就得好几千，老子长这么大还没吃过呢。明天晚上你小子要是不去结账，大家伙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。哼，听见没？明天晚上7点，海霸王牡丹包厢。你要是敢差一点事儿，我让你在靠虾村永远抬不起头。替我保管。好啊，海霸王牡丹包厢是吧？明天晚上大龙虾你们随便造，飞天茅台你们随便开，这顿饭我不让你们吃到倾家荡产，我就把陈字倒过来写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财主平安吗？平安啊，婶子以前就说你这孩子面相好，彩票站那个大红横幅挂得比过年的红灯笼都显眼，全镇人都知道咱们靠山村出了个100万富翁。王婶儿，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还欠着外债呢，哪是什么大财主？给我拿1瓶散装机油，再拿包2块钱的大前门。平安，你那大伯刚才是不是去你家闹了？我刚才看着他们气势汹汹的从你家胡同里出来，嘴里还嚷嚷着什么海霸王、大龙虾的。村长爷爷，您什么都瞒不过。大伯说我发了横财，这钱我把握不住，让我取出来交给他保管，还要我明天晚上去县城的海霸王摆谢恩宴，说我不摆就是不懂规矩，是不孝顺。胡闹！陈富贵这个老东西越老越不要脸了。当年你爹妈走的时候，他占了你家半亩水浇地，连你爹妈单位发的那点丧葬费他都敢伸手。现在你凭自己运气得来的钱，他凭什么保管？就是啊，平安，虽然咱们农村讲究个长辈规矩，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！海霸王那是什么地方？那可是县城里大老板才去得起的高档酒楼。王婶儿，村长爷爷，大伯既然开口，我一个做晚辈的，总不能真让他们在村里到处说我不孝顺。这饭我请。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去镇上随便找个炒菜馆子，点几个硬菜，把他们打发了就行。真去了海霸王，他们能把你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。村长爷爷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大伯说我中了大奖，必须得去海霸王牡丹包厢，我这就去现场给他们定位置，毕竟是一家人，他们高兴就好。陈富贵这老小子心也太黑了，这是要把平安当猪宰呀！谁说不是呢？不过平安也真是个怂包，中了100万还这么窝囊，活该被他大伯拿捏。你好，订明天晚上的牡丹包间。先生您好，牡丹包厢是我们这里最高档的 VIP 包厢，最低消费是8000元起步，请问您确认要预定吗？陈平安，陈平安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我告诉你，包厢必须订牡丹厅。你大伯发话了，明天晚上咱们老陈家的几个长辈都要去，你可别想拿大厅的散夺糊弄我们。嫂子，我正在海霸王前台呢，牡丹包厢最低消费要8000块，这也太贵了，要不咱们换个？8000块怎么了？你小子手里攥着80万，连8000块都不舍得给长辈花。我告诉你，陈平安，明天晚上我们要吃帝王蟹，就必须得是茅台。你要是敢订便宜的，大伯明天就带着全村人去你家门口骂街，让你永远抬不起头。好，嫂子你别生气，我这就定。不过我明天下午拖拉机得大修，可能会晚点到。你晚点到就晚点到，反正菜我们先点，我们吃完了，你只管带着钱过来把账结了就行。少废话，赶紧订。经理，您都听见了，包厢不是我要订的，是他们逼着订的。麻烦您给我定下牡丹包厢，刘大伯陈富贵的名字。先生，留别人的名字可以，但明天结账的时候，谁订的包厢找谁，谁点的菜找谁结。这包厢
就留靠山村陈富贵的名字。好的，先生，我明白了。明天晚上7点，牡丹包厢，预定人陈富贵。平安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在屋里窝着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大伯，你们怎么大清早就过来了？我这正修拖拉机呢。修个屁的拖拉机！你小子现在兜里揣着80万，还摆弄这破铜烂铁给谁看呢？怎么着，跟我们这儿装穷笑苦啊？就是平安啊，嫂子可听人说了，那奖金昨天下午就打到你卡上了吧？赶紧的，把银行卡拿出来，交给你大伯。嫂子，这钱是我拿命换来的运气，我还指望拿这钱娶媳妇儿盖房子呢。放肆！你这小兔崽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什么叫你的钱？你爹死得早，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俗话说长兄如父，现在老陈家我说了算。你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拿这么多钱，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？这卡必须放在我这里替你把关。平安，你大伯可是为了你好，这笔账连本带利算下来，怎么着也得大几万了吧？你现在发了横财，这钱是不是该先还上？表叔，当年我爹生病，大伯根本1分钱都没借，还把我家的半亩水浇地给强行占了，这账怎么能这么算？你放屁！你家那破地能值几个钱？我那是替你代管。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现在有钱了翻脸不认人了是不是？行，你今天敢不把卡交出来，我就找村里老少爷们评评理。陈平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今天这卡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，信不信我立马把你这破屋子给砸了？现在把卡交出去，这群吸血鬼只会嫌少。大伯、哥，你们别生气，卡我可以给大伯保管，但是银行那边说了，大额奖金为了防诈骗，前3天是冻结状态，取不出钱来的。冻结？你是不是在骗我们？嫂子，我哪敢骗你们啊？不过你们放心，虽然取不出大额现金，但这卡今天就能直接消费。我昨天不是答应了去海霸王摆谢恩宴吗？我已经用大伯的名字订好了海霸王最贵的牡丹包厢。哼，算你小子还懂点规矩，用我的名字订就对了。我是陈家当家人，这酒楼的老板听见我的名字也得高看咱们一眼。平安，你订那个什么牡丹包厢，那大龙虾和帝王蟹点了吗？还有那什么飞天茅台，你给大伯和你哥安排了几瓶？嫂子，我一个修拖拉机的，哪懂怎么点那些高档菜啊？再说了，我下午还得把这拖拉机大修一下，不然明天人家要来拉货了。要不你们长辈先过去点菜。哎，对，你个土包子懂什么点菜？别到时候点一桌子便宜货，丢我们老陈家的脸。爸，咱们下午4点就过去。听说那高档酒楼里空调吹着，还有免费的上好茶水，咱们先去包厢里歇着慢慢点。强子说的对，平安啊，这高档地方你没去过，点菜这种厂片上的事儿，还是得大伯来。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修你的破垃圾，等晚上7点多你再过来结账就行了。平安，表叔我可是听说海霸王前台有卖软中华的，晚上你可得敞亮一点，别心疼钱。大家伙儿今天可是敞开了肚皮去给你庆祝的。表叔放心，既然是我请客，大伯又是预定人，到了酒楼，你们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，想拿什么好烟好酒尽管拿，只要你们长辈吃得高兴，一切都算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才像我们老陈家的种。那咱们就说定了，包厢是我的名字，菜我们几个先去点，你小子晚上7点半带上银行卡，准时过来买单。真以为我陈平安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？今天晚上我会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吃进去多少，就得给我连皮带鬼的吐出来多少。包厢是我的名字，菜我们几个先去点，你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，想拿什么好烟好酒尽管拿，你小子晚上7点半带上银行卡，准时过来买单。哎呦我的老天爷，强子你快看，这顶上挂的是真水晶吧？这得值多少钱啊？这地上铺的瓷砖溜光水滑的，比咱们村长家的炕席都干净。嫂子，你看那大螃蟹，哎呦喂，那腿比我的胳膊都粗，这吃一口不得多活2年啊！今天咱们可是超上了。都给我把下巴收一收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丢咱们老陈家的人。咱们今天可是贵客，是来花大钱的。几位贵宾下午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有，昨天订好的，你们这儿最贵的那个什么牡丹包厢，记着，我叫陈富贵，这包厢可是挂在我的名下的。好的，陈先生，牡丹包厢确实是您的预定，不过您预定的时间是晚上7点，现在才下午4点，后厨还没开始备菜呢。您看4点怎么了？4点就不能来了？
我们大老远从乡下赶过来，在你们这包厢里歇会儿不行啊？怎么着？怕我们付不起钱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弟弟陈平安刚中了100万大奖，今天就是他请我们这群长辈来开洋孙的。少废话，赶紧带我们去包厢，把你们这儿最贵的菜单拿上来，我们要先点菜。好的，几位贵宾请随我来。几位贵宾，这是我们的电子菜单，因为牡丹包厢最低消费是8000元，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招牌海鲜。妈呀，这一个什么澳洲大龙虾要2888，这什么帝王蟹一只得4000多。嫂子，你心疼什么？又不是花咱们的钱。陈平安那小子手里攥着80万呢，今天不狠狠宰他一顿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对，服务员，你听好了，这个2800的大龙虾别上1只，我们要2只。还有这个帝王蟹，挑最大的给我上。另外，那个什么鲍鱼，给我按人头，一人来2只最大的。这位女士，2只澳洲大龙虾加上1只大号套帝王蟹，分量非常大，再加上鲍鱼，您几位可能吃不完的。而且，单这几道菜价格已经过万了。让你上你就上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看不起谁呢？我侄子有的是钱，吃不完我们不能倒了吗？把你们这儿的好菜贵菜全都给我端上来。菜点完了，酒呢？烟呢？平安可是答应过我的，今天好烟好酒管够。小叔，这菜单上只有普通的酒，真正的好烟好酒都在1楼吧台锁着呢。走，咱们直接去前台拿。嫂子，把你那个大蛇皮袋子带上。走走走，今天非得把陈平安这小子的油水榨干不可。经理，把这个茅台给我们拿6瓶，今天咱们几个长辈好好喝2口。还有这个软中华，我听说1条得大几百块呢，给我们拿10条。几位，6瓶飞天茅台加上10条软中华，光这些烟酒的价格就接近4万块了。请问你们是现在结账还是？结什么账？我们是牡丹包厢的客人，今天是我侄子陈平安请客，他中了100万。等晚上7点半他来了，让他一块结。抱歉先生，因为外带的烟酒金额过大，如果现在不付款，必须由牡丹包厢的预定人签字确认。签就签，包厢就是用我的名字定的，我叫陈富贵，我侄子有钱，我怕什么？这趟真值。今晚不醉不归，走走走。6点半了，算算时间，龙虾和帝王蟹应该早就上桌了，茅台也该见底了吧？大伯、嫂子，这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你们以为签下的是我的账单？不，你们签下的是你们自己的卖身契。等你们把这顿断头饭吃干抹净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哎呦喂，这大龙虾的肉就是劲道，比咱们村那泥坑捞出来的草鱼强了100倍。今天算是没白活。那是，也不看看一盘多少钱，也就是陈平安那个傻子中了大奖，咱们才能跟着开洋荤。这小子现在还没来，估计是舍不得打车，正蹬着他那破自行车往城里赶呢。他不来最好，他一个连县城都没怎么进过的泥腿子，这种高档海鲜给他吃也是暴殄天物。等会儿他来了，让他直接去前台把账给结了，咱们提着东西就走。哟，这不是咱们老陈家的百万富翁吗？这谱摆的够大的啊！哎呀，平安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！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就把菜都给吃光了。你瞧瞧，这帝王蟹的腿儿，我都给啃干净了，连点汤都没给你留。大伯、嫂子，我拖拉机实在坏得厉害，刚修好我就赶过来了，真的一口热饭都没给我留啊！我这干了一下午活，肚子还空着呢。吃饭吃个屁！你小子天生就是个老粗命，配吃这种几千块钱一只的大螃蟹吗？这好东西吃进你肚子里那叫浪费。你大伯我们这是替你吃了，是给你面子，懂不懂？平安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咱们长辈能赏脸吃你的饭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怎么没给你留菜，你还有意见了？没，哥，我没意见，只要长辈们吃得高兴就行。算你小子还懂点事儿。我可告诉你，今天这桌菜可是你大伯亲自点的，我们可是敞开了肚皮吃的。那大鲍鱼我一个人就吃了3个，你别在这杵着碍眼了，没你的饭就该干嘛干嘛去。嫂子说的对，不过我看桌上这酒瓶子怎么是茅台啊？茅台怎么了？你小子中了100万，我们长辈喝你几瓶茅台还委屈你了？
我告诉你，不仅喝了，我跟你大宝还一人拿了2瓶，准备带回去慢慢喝。你能拿我们怎么着？就是我替你哥和你大伯拿的，长辈抽你几包烟，你还敢查账是怎么着？没查账，嫂子表叔你们别误会，我就是确认一下，既然是你们拿的，也是你们吃的，你们高兴就行。行了，别在这哼哼唧唧的装可怜，没吃上就是你没口福。你现在看也看过了，赶紧滚去前台把账结了，别在这扫我们的兴。动作快点，结完账赶紧滚回村里，别在这碍眼。我们等会儿还要去洗个脚按个摩，没空搭理你。先生，您刚来没吃上东西，先喝口热水垫垫肚子吧。不用，谢谢你，这杯水我不碰。先生，这只是免费的白开水。我说了不碰。今天晚上这包厢不是我订的，是陈富贵订的。陈平安，你神经病啊！不喝就不喝，你冲人家服务员瞎嚷嚷什么？显得你嗓门大呀！赶紧滚！看着你这穷酸样，老子就反胃。快去把账结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前台看账单，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狂欢吧。这顿饭马上就要到买单的时候了。查一下账，牡丹包鲜。先生，您是牡丹包鲜的客人是吧？账单已经提前给您打出来了，您请过目。牡丹包厢本次消费共计68500元，请问先生，您是刷卡还是手机支付？68500，这账是怎么算出来的？给我一项一项念清楚。先生，我们的菜品全是明码标价，绝对不存在乱收费。您听好了，餐饮部分，2只极品澳洲大龙虾5776元，1只特大号帝王蟹4200元，6颗极品干鲍2800元，加上其他海鲜、热菜和包厢服务费，餐饮合计21500元。那剩下的47000块呢？剩下的是您包厢的长辈下午4点在外带去拿的烟酒，6瓶飞天茅台合计17994元，10条软中华合计29000元。这上面白纸黑字都有玉病人的亲笔签名。经理，你也知道这上面写的是陈富贵啊，那这单我不结。说什么不结账？先生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海霸王，不是你们村头的路边摊。你想在我们这里吃霸王餐，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？谁说我要吃霸王餐了？吃饭给钱，天经地义。但我陈平安今天在这里放下一句话：谁订的包厢，找谁结。想要我付钱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少在这跟我玩文字毛戏。那包厢里坐着的不是你长辈吗？下午他们可是亲口说是你中了100万大奖，是你请客，怎么现在吃干抹净了？你想拍拍屁股走人，让你长辈背黑锅？我请客，我签过字吗？我授权过吗？下午4点，他们拿走47000块烟酒的时候，我在场吗？还有，你说我吃干抹净，把牡丹包厢的服务员给我叫过来，当面对质。你如实说，这位先生在包厢里干什么了？吃了几道菜？喝了多少酒？没吃。这位先生去的时候，桌上的菜已经被那几位客人吃光了，前后在包厢里待了不到3分钟。那也是你们家的家事，包厢里坐着的是你的亲属，这笔账总得有人结。经理，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刚进门时拍的。龙虾壳是空的，茅台瓶是空的，我一口没吃。你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，想拿什么好烟好酒尽管拿。没给你留菜，你还有意见了？菜是我们点的，酒是我们开的，烟是你嫂子拿的，这些东西全进了我们的肚子和包里。赶紧滚去前台把账结了。经理，你们海霸王是大酒楼，最讲究规矩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录音也听得明明白白。你们要是扣下我，那是强买强卖；你们要是找他们结账，那是天经地义。68500的账，那4个大爷就坐在包厢里，他们肚子里装着海鲜，包里塞着中华烟，跑不掉。你到底找谁结账？好一个实际消费人，好一个天经地义。小兄弟，你这手金蝉脱壳玩的是真漂亮，连我们酒楼的监控和免责条会都被你算得明明白白。老板，这做生意讲究一个理字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既然包厢是上面那个姓陈的订的，字是他签的，那这68500自然就该他们掏。老板是个明事人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酒楼正常营业了，告辞。小兄弟慢走，以后要是发达了，欢迎随时来海霸王，我老龙亲自作陪。阿彪，带上你的人，把牡丹包厢的门给我封死。是，老板。吃霸王餐吃到我龙某人的头上来了，68500，
少1分钱，今天的4个农村来的土鬼，谁也别想站着走出这扇门。去，让他们买单。爸，陈平安今天算是被咱们拿捏的死死的。他手里不是还有80万吗？我看咱们明天就去他家，逼着他拿出20万来，给我在这县城里付个楼房的首付。就是，强子要是买了楼房，以后也是城里人了。不过强子，你可不能忘了表叔啊，我那牌桌上还欠着几千块钱呢。明天让平安顺手也给我平了。你们俩格局太小，那小子是个绝户，留着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照我说，就该让他把钱全拿出来，成立个什么家族基金，全交给你大伯管。以后咱们一家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改花说的对，他陈平安的钱就是咱们老陈家的钱。今天这顿饭只是个开始，以后这种高档酒楼咱们想来就来。行了，估计那小子现在已经把账结清了，咱们提上东西回家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懂不懂规矩？怎么连门都不敲？陈平安呢？那小子是不是结完账在楼下等我们？告诉他，让他赶紧滚上来提东西。结账？谁告诉你他结账了？你那个侄子陈平安20分钟前就已经骑着摩托车走人了。什么？他把长辈丢在这儿，自己跑了？他不跑，留在这儿给你们当冤大头吗？人家刚才在前台说了，包厢不是他订的，菜不是他点的。放屁！我们可是他长辈。是他答应了中奖请我们吃饭的，你们酒楼是不是搞错了？赶紧把他叫回来付钱！你跟我这儿吼什么？海霸王只认白纸黑字。你们听好了，牡丹包厢本次消费，餐饮21500，外带烟酒47000，总计68500元。68500，怎么可能这么多？抢劫啊！你们这是抢劫？2只澳洲大龙虾，1只帝王蟹。6瓶飞天茅台，10条软中华，这上面全是你们点的，现在嫌贵了？不关我的事，我就是个蹭饭的，菜是大伯点的，烟是嫂子拿的，你们找他们结账，让我走吧。你放屁！那茅台酒你喝的最起劲儿，你还想撇清关系？要死大家一起死！打电话，快给陈平安那个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带着钱滚回来付钱，不然我回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这个小子，他把咱们拉黑了，他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整啊！哎呀，我肚子疼，经理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得去一趟厕所。钱的事儿你们跟我大伯算。上厕所可以，人去包留下。凭什么？这包里装的全是我自己的换洗衣物。好啊，好得很。吃霸王餐不说，竟然还偷我们酒楼的高档餐具！保安，马上报警，连账单带盗窃，让他们去局子里蹲着吧！别报警，求求你们别报警！我就是看那盘子好看，想拿回去盛菜，我不要了，我还给你们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6万多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呀！陈平安，你个遭雷劈的小兔崽子！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。今晚12点之前，68500，一分不能少。凑不齐，我们就把你们移交派出所。都别愣着了，人家保安堵着门，今天这钱不掏，谁也走不掉。强子、改花、二狗，大家都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，手机里的余额也看看，咱们4个平摊。平摊？凭什么平摊？68500分到一个人头上将近17000，把我论斤卖了也不值17000呀！我不掏，这饭是陈平安说请客的，凭什么算我头上？就是，爸，你老糊涂了吧？我卡里就准备买化肥的3000块钱，这是我的命根子。再说了，刚才点菜的时候是你拍板要上最贵的，字也是你签的，凭什么让我们跟着背黑锅？你在这个时候跟我分你我，刚才吃大红虾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打包那几千块钱燕窝的时候你怎么不嫌贵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想把自己摘干净，没门儿！大伯说的对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不过我赖二宝是个光棍儿，
兜里比脸还干净。别说17000，我连170都拿不出来。你没钱，没钱！你刚才喝茅台的时候像喝水一样。刚才大堂经理算账了，6瓶飞天茅台17000多块钱，你赖二狗一个人就灌下去3瓶，这酒钱必须你来出大头。陈富贵，你放屁！老子什么时候喝3瓶了？那桌子上总共就开了4瓶，老子喝了2瓶，强子喝了1瓶，剩下那1瓶是你自己喝的，还有2瓶根本没开呢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没开的酒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你偷偷藏起来了？我藏？你问问你那个好爹，刚才在大堂拿了6瓶酒，一进包厢，你爹陈富贵就做贼一样，把2瓶没开封的飞天茅台直接塞进了他那宽大的西装内兜里，现在还在他怀里揣着呢。行啊，连吃带拿，还玩起贼喊捉贼的戏码了，真是长见识。我那是怕你们喝多了糟蹋好酒，我替陈平安保管一下，怎么了？酒的事儿先不说，二狗你个穷光蛋，这顿饭就数你吃的最欢，那帝王蟹的腿儿你啃得咔咔响。你要是不出钱，今天我就让强子打断你的腿。哼，好啊，你们一家子合伙欺负我是吧？孙改花，你少在这儿装清白，那酒钱才17000。你那袋子里装的10条软中华，可是整整29000块钱，占了快1半的账。谁拿的烟，谁去付钱？你放屁！这烟我是拿了，但我是替我们老陈家拿的。强子刚才还从里面抽走了2条，塞进自己家歌里了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出29000？你个败家娘们儿，你少扯我！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非要拿10条烟。现在人家要钱了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好啊，你们父子俩吃肉的时候想不起我，背黑锅的时候全推我头上。陈富贵，字儿是你签的，大不了这烟我不要了。经理，你听我说，这10条中华烟，还有这2瓶没开的茅台，我们都不要了，我们原封不动的退给你们，剩下的饭钱2万多块钱，我们再想办法凑，行不行？退！你当海霸王是你家开的小卖部？刚才在前台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，高档烟酒一经离柜绝不退换，更何况你们连包装的塑封都已经撕得稀巴烂了，退无可退。经理说的对，东西是你们自己抢着拿的，现在想退晚了。68500必须全额结清。赖二狗，你今天就是去借高利贷，也得把这笔钱掏出来。强子，摁住他，搜他的身，看他手机里有没有钱。老子今天先弄死你这个白吃白喝的废物！掏钱！别过来！你们一家子黑心肝的吸血鬼，想让老子背锅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把密码交出来！你个老瘪犊子！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喝！哎呦我的眼睛！我没钱，陈富贵签的字儿找陈富贵去。敢打我男人！赖二狗，你个王八蛋！老娘今天撕了你的脸！造孽呀！让人家看笑话呀！阿彪，别让他们把包厢里的贵重装饰砸了，把这群泼妇有赖拉开。上，控制住他们！行了，既然你们谁都不肯薅钱，那我们就按规矩办。您好，这里是110指挥中心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同志您好，这里是海霸王海鲜酒楼，我们这里有4名客人在牡丹包厢消费了68500元后拒绝结账，企图恶意逃赃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包厢内大打出手，损坏我们酒楼的财物，甚至还企图盗窃酒楼的高档餐具。目前人已经被我们保安控制，请求警方立刻出警处理。别抓我们！我们不是逃单，是那个骗了我们啊！完了，这下老陈家的脸全都丢光了。流着你们的眼泪去跟同志慢慢倾诉吧。同志，你可得给我们老百姓做主啊！我们真是比窦娥还冤啊！我们就是去吃个饭，那黑心酒楼非要坑我们68500啊！他们这是黑店，是抢钱呢！同志，这事儿不怪酒楼，全怪我那个丧尽天良的亲侄子陈大根。他中了100万外币钞票大奖，说要尽孝道请我们吃饭，结果把我们骗到酒楼，自己半路跑了，让我们几个老弱病残背这个天价黑锅。
他这是诈骗，是极其恶劣的诈骗犯。对，就是他骗我们的，同志，你们赶紧去把他抓起来，判他个10年8年的。都给我安静点！这里是派出所，不是你们村头的菜市场。好什么好？我办了20年案子，见过吃霸王餐的，还没见过亲戚之间设局坑6万多饭钱的。大堂经理，你们酒楼那边怎么说？我们海霸王做生意明码标价，绝无违规。这68500元，其中餐饮21500，外带的6瓶茅台和10条软中华47000元，全都是这4位客人亲口点、亲手拿的。预定人陈富贵还亲自签了字，现在他们拒不付款，还在我们包厢里打砸闹事儿。陈富贵，人家说是你点的菜，你签的字，这白纸黑字你怎么解释？我是签了字，可那是因为陈平安说他买单啊，他说他中了100万，让我们随便点儿，我哪知道他会半路跑了。同志，这账必须找陈平安去结。同志，我是陈平安，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。陈平安，你还敢来？你把我们害得好惨啊！你赶紧把68000给人家结了，不然老娘今天跟你同归于尽！放肆！干什么呢？给我坐下！再敢在派出所撒泼，先给你们拘留24小时。你就是陈平安，他们4个指控你说你中了100万彩票，以请客的名义把他们骗到高档酒楼，然后恶意逃单，涉及违规。你对这个指控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没有任何违规行为，相反，是他们打着长辈的旗号对我进行强行道德绑架。这顿饭不是我邀请的，是他们逼我请的，而且我一口都没吃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自己答应的。我这里有一段昨在村里，以及今天早上在我家院子上的录音，请您听完就真相大白了。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，这钱你把握不住，下午就去银行取出来，交到大伯手里，我替你保管。大伯可是陈家的当家人，明天晚上县城最贵的海霸王海鲜酒楼，你必须摆一桌最顶级的孝敬我们。听见没？明天晚上7点，海霸王牡丹包厢。你要是敢差一点事儿，我让你在靠下村永远抬不起头。同志，您听见了吧？是他们逼迫我的，并且指定了最贵的海霸王酒楼。我迫于无奈，只能以大伯的名字订了包厢。哪怕是请客，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宰人。但陈平安，就算他们逼你，既然你答应了请客，中途跑单依然会引起消费纠纷。同志，我并没有跑单，因为我根本不具备买单的义务。大堂经理，麻烦您把你们酒楼下午的监控视频给同志看一眼。同志您看，这是下午4点酒楼大厅的监控，这4位客人提前了整整3个小时到达酒楼，在没有陈平安在场的情况下，他们自行前往吧台，强行要求拿走6瓶飞天茅台和10条软中华，合计47000元。47000块钱的烟酒，你们4个下午自己跑去拿的？拿的时候陈平安根本不在场。我们那是替他拿的，他说过让我们随便点的。我授权了吗？我写了委托书吗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我答应请客，谁家请客吃饭，客人会在主人还没到场之前，提前3个小时去把几万块钱的名贵烟酒全扫荡进自己的口袋里。那剩下的21500的饭钱呢？那可是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吃的，你来了不结账，你还有理了？同志，这是我晚上8点05分进包厢时拍的照片，您看看这桌子，龙虾全空了，螃蟹只剩壳，茅台也喝光了。我这里还有一段录音，想让您听听。没吃上就是你没口福，菜是我们点的，酒是我们开的，烟是你嫂子拿的，这些东西全进了我们的肚子和包里，赶紧滚去前台把账结了。这包厢不是我订，是陈富贵订的。这满桌子的山珍海味，我一口没吃；这飞天茅台，我一滴没沾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包厢是陈富贵预定的，47000的烟酒是陈富贵签字拿的，21000的饭菜是你们4个吃到肚子里的。人家陈平安从头到尾一口水都没喝你们的，现在你们反过来告人家诈骗。同志，不能啊，我们真没钱啊！68500，这不是要了我们的老命吗？求求您，让陈老汉出这个钱吧，他有100万啊。他有1000万1个亿，也是他自己合法的中奖所得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谁吃谁拿谁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法律常识。这起事件不构成诈骗，纯属民事消费纠纷。酒楼方面的诉求是什么？我们的诉求很简单，今晚12点之前，这4位实际消费人必须全额结清68500元的账单。如果拒不付款，我们海霸王酒楼将正式以恶意逃单和寻衅滋事提起诉讼。另外，
他们刚才在包厢内打架，损坏了我们价值2000元的茶具，也必须一并赔偿，总计70500元。我的老天爷，我不活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7万块，我们上哪儿去弄7万块啊？哭闹解决不了问题，既然相关消费已经产生，经营方就有权追回对应款项。我现在给你们时间，尽快联系相关人员筹措对应款项。今天这笔相关款项如果没有理清，你们4位暂时不能离开调解场所，拒不执行的，直接拘留处理。时间不早了，刚才你们自己也对过账了，账单没问题，损坏的茶具赔偿金也没问题。现在马上打电话筹钱。今天这笔钱不到位，大堂经理这边就会立刻立案起诉。到底怎么凑？你们4个自己商量。还有55分钟，凑不齐70500，我们就按规矩走法律程序。恶意逃单金额巨大，够你们进去过年的了。爸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卡里就只有准备明天去镇上买化肥的3000块钱，全拿出来连个零头都不够。你手里不是还有点养老钱吗？先拿出来垫上啊！我哪来的钱？我的钱全压在后院那10头大肥猪身上了。这猪还没到出栏的时候，现在卖根本不值钱啊！这可是全家1年的指望啊！我更没钱，我兜里就200块。陈富贵，是你带我们去吃的，这事儿你得负全责。赖二狗，你放屁！你喝茅台的时候怎么不说让他负责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想当缩头乌龟？行了，别在这里互相推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现在开始打电话借。陈富贵，你不是说有猪吗？马上联系买家。赖二狗，你不是上个月刚批了准备盖新房的砖吗？想办法退了变现，赶紧的。喂，谁呀？大半夜的招魂呢？老王啊，是我，靠山村的陈富贵。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，后院那10头大肥猪，我想连夜卖给你，你能不能现在带人来拉走？连夜卖猪？陈富贵，你那猪满打满算才养了5个月，还没完全上头呢，现在卖能卖几个钱？老王，算我求你了，我急用钱救命啊！急用钱啊？行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你那10头猪要是平时起码能卖2万5，但现在半夜3更的，猪又没长成，我最多给你1万5。你要是同意，我现在就让我儿子去转账，明天一早开卡车去拉，不同意就算了。爸，1万5，10头猪啊，这亏得裤衩子都没了，不能卖啊！不卖你想看着老子去坐牢吗？好，老王，1万5就1万5，你马上转账，马上！陈富贵凑了1万5，加上陈强的3000，一共1万8，还差5万多。赖二狗，轮到你了。喂，刘老板，是我赖二狗。我上个月订的1万块钱红砖和1万块钱水泥，我不盖房子了，我想退款。退款，赖二狗，你耍我玩呢？货我都给你备好了，马上就准备出货了。你大半夜跟我说退款？行，退可以，按合同扣除30%的违约金，只能退给你1万4。刘老板，你行行好，我真是急等钱救命啊！我连盖房的底子都掏出来了，你别扣那么多行不行？没得商量，要么明天拉砖，要么现在退1万4，你自己选。退，我退，马上把钱转给我。现在一共凑了3万2千块，还差3万8千5。孙改花，你不是在包厢里喊得最凶吗？你那10条中华烟2万9，这笔钱你准备怎么掏？弟弟，你快救救姐呀！姐在县城遇上难处了，你能不能借给姐3万块钱？3万？大半夜的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还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没赌，就是在海霸王吃饭，不小心吃多了，账单太贵了。什么？去海霸王吃饭吃出3万块的饥荒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那是什么富贵命，敢去那种地方吃？老子在工地搬桩一天才赚200块，你一顿饭吃掉老子几年的工资，要钱没有？你死在那儿吧！不借啊，我弟弟不借呀！你不借，今天谁也走不了。孙改花，我可是知道你手里有一笔私房钱的，是你前年瞒着强子偷偷存的5万块定期。你今天敢不拿出来，明天我就让强子跟你离婚。
你有5万块定期，你个败家娘们儿，老子买话费都没钱，你敢掏私房钱？马上拿出来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那是留着给我儿子以后娶媳妇的本钱，不能动，动了连利息都没了。现在不动，你就等着进局子吧。进了局子，你儿子以后连个好工作都找不到。行了，既然都把老底掏出来了，那就赶紧把账结了。大堂经理，刷卡。70500，谁先扫码？这是我的命钱，老子的房子，老子的砖啊！我辛辛苦苦存的钱。快点儿，还有最后5分钟。第一，收款到账38500元。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吗？非得大半夜的折腾大家。大伯、嫂子、表叔，这顿大龙虾，这几瓶飞天茅台吃的还顺口吗？陈平安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回村算准账，我非让你在靠下村身败名裂不可。对，明天我就把这事儿捅回村里，让全村人都看看你这个冷血无情的毒蛇！你逼着亲长辈卖猪还债，你不得好死！回村算账，好啊，我求之不得。你们尽管去宣扬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我倒要看看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能不能补上你们今晚掏空的7万外币钞票家底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，咱们村出了个让人没法说理的人啊！改花，你这大清早的哭什么呢？昨天下午你们不是打扮的光鲜亮亮，说要去县城海霸王吃大餐喝茅台吗？怎么搞成这副叫花子样回来了？王婶儿，我们被陈平安那个没良心的给骗了！他那是请我们吃饭吗？他那是想要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被平安骗了？不能吧？那孩子平时老实巴交的，昨天中了100万，不是说要给你们长辈谢恩吗？老实，那都是我之前看错了，这小子的心思可深着呢。昨天晚上他把我们约到那个高档酒楼，一进门他就大包大揽，说什么大伯，我中了100万，今天你们随便点。结果等那几千块钱一只的大龙虾帝王蟹端上来，他借口说去上厕所，人直接就跑了，把我们几个老弱病残丢在包厢里，人家饭店的保安堵着门，逼着我们拿钱呢。好了，那最后饭钱谁结的？海霸王吃一顿得多少钱啊？70500块钱。7万多，吃金子了？可不就是吃金子吗？那饭店跟陈平安绝对是串通好的，陈平安跑了，饭店的保安拿着棍子逼我们把家底全掏空了。我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5万块定期存款，硬生生被逼着取了出来，我的心都在滴血呀！我卡里准备买化肥的3000块钱全没了，这地还怎么种？我也不容易，为了替人垫饭钱，大半夜把我刚订的盖房红砖全给退了，光违约金就扣了我6000块。我现在连个安稳的住处都没杀落，我后院石头还没出栏的大肥猪，大半夜硬生生折价1万块卖给了王屠户。我陈富贵造了什么孽呀？摊上这么个丧尽天良的绝兔侄子，他手里攥着80万，却眼睁睁看着他亲大伯倾家荡产。这陈平安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怎么能这么坑自家人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平时看着不吭声，一有钱就六亲不认了。平安这事办的确实太绝了，7万块钱，这不是把你们往死路上逼吗？都嚷嚷什么？一大早的在村口哭丧，丢不丢人？陈富贵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陈平安真的把你们丢下自己跑了？村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陈富贵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时候撒过这种谎啊？你要是不信，你看，这是昨天晚上海大王的结账单，全是我们自己垫的钱啊！富贵，7万块的账单不是小数目，如果真是平安设局坑你们，我身为村长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但这种事儿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，我得去把平安叫来当面对质。村长，光对质不行，陈平安的做法不合适，他不适合留在咱们靠家村，他手里有大额的往来款项，必须给我们相应的补偿。乡亲们，陈平安今天的做法影响到我们，以后也可能影响到大家。这种有了钱就六亲不认的毒蛇，绝不能让他继续在咱们村里待着，必须让他赔钱。对，让他赔钱，咱们靠山村容不下这种白眼狼。村长，我们在县城被坑家荡产，这事儿您必须开全村大会。行了，都别嚎了，去敲村大队的铜钟，
让全村各家各户都派个代表到打谷场集合，我亲自去叫陈平安。你看改花那脸，听说昨晚在县城遇到了点状况，这事儿陈平安处理的也太不妥了，怎么能让亲戚在那儿受委屈呢？这做法确实让人没法认同。陈平安，你还敢带个破音箱来？你坑了我们7万块钱，今天还想在全村人面前唱歌庆祝，是不是？你个王八蛋！昨天晚上你跑得挺快啊，害得老子把买化肥的钱都赔进去了。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，你不把这笔账算清楚，老子弄死你！陈强，你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，你要打人吗？平安，你大伯他们一大早就在村口哭诉，说你把他们骗到县城最高档的海霸王酒楼，不仅点了最贵的菜，还在结账的时候偷偷跑路，害得他们被酒楼保安扣留，硬生生赔了70500块钱。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村长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陈富贵对天发誓，我要是有一句假话，让我天打五雷崩！乡亲们，大家都看看，这是海霸王酒楼的结账单，白纸黑字70500，我们砸锅卖铁才凑够的钱。乡亲们，你们可得给我们评评理啊！昨晚我们去讨说法，他们根本不听人说话，上来就动手。陈平安，你简直不是人！你有100万，为了省一顿饭钱，居然把长辈往绝路上逼！平安，证据确凿，大家也都看着呢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村长，既然今天开全村大会，我自然有话要说。不过在说之前，我想问大伯和嫂子几个问题。问个屁！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我告诉你，陈平安，今天就算你说破天，也必须赔钱。我让大伯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大伯，你当着全村老爷们的面再说一次，昨天晚上海霸王牡丹包厢是你订的还是我订的？菜是你点的还是我点的？你签了多少字的账单？当然是你订的。你说中了100万，要摆最贵的谢恩宴，菜也是你逼着我们点的，字是因为酒楼要预定人签字，你骗我，我说你是晚辈没资格，我才签的。好，嫂子，我再问你，你刚才说你们是在结账的时候没钱被保安打了，所以脸才挂了彩。那10条软中华也是保安逼着你们买的吗？什么软中华？我不知道，我脸上的伤就是昨天被保安打的，就是你跑的，我受的这个罪。既然你们说是我骗了你们，那你们今天的诉求是什么？想让我怎么赔偿？算你小子识相！我告诉你，这70500块钱的账单，你必须立刻转给我们。另外，你把我们害得倾家荡产，精神受了这么大的刺激，必须再拿出10万块钱作为精神损失费。对，除了钱，你还得把你家那3亩好地，还有你现在住的那个院子，全都过户给你哥陈强，就当是给你哥赔礼道歉了。陈富贵，你要10万精神损失费，还要人家的房子和地，你这是要喝平安的血呀！村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他骗我们在先，差点害得我们去坐牢，这点赔偿算什么？乡亲们，你们说他是不是该赔？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笑你们死到临头，还在做着吃绝糊的白日梦。村长，各位乡亲，刚才他们说是我逼他们点的菜，是我骗他们签的字，是保安打了他们，他们说的声泪俱下，比唱戏的还精彩。现在请全村的老少爷们竖起耳朵，好好听一听，看看昨天晚上在这几个长辈的嘴里，到底发生了一出怎样狗咬狗的好戏。放肆！这钱你把握不住，下午就去银行取出来，交到大爸手里，我替你保管。按咱们靠山村的规矩，家里发了横财，必须得大摆流水席谢恩。县城最贵的海霸王海鲜酒楼，你必须摆一桌最顶级的孝敬我们。对，听说海霸王有个牡丹包厢，一只大龙虾就得好几千。你小子要是不去结账，大家伙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。好啊，陈富贵，你刚才不是说是平安逼着你们去海霸王，是平安非要摆阔气吗？这录音里明明是你们逼着平安交出银行卡，逼着他去最贵的酒楼，这还要不要老脸了？人家中奖的钱凭什么给你保管？假的，这录音是假的，是陈平安这小子找人合成的，我没说过这话。大伯，您连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，倒是挺懂电脑合成技术。没关系，您不承认这一段，
咱们接着往下听。你心疼什么？又不是花咱们的钱。陈平安那小子手里攥着80万呢。今天不狠狠宰他一顿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这个2800的大龙虾，给我们来2只。还有这个帝王蟹，挑最大的给我上。单这几道菜价格已经过万了。让你上你就上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吃不完我们不能倒了吗？陈富贵，你听听你嘴里喷出的都是什么混账话！你个连剩饭都舍不得倒的泥腿子，拿着侄子钱去酒楼里装大爷。2800的龙虾点2只，4000多的螃蟹挑最大的。孙改花，你这是去吃饭还是去扒平安的皮呀？别跑了，快掉！你快给我快掉！你这个毒蛇，你算计我们！我算计你们？是我掰着你们的嘴让你们吃龙虾的吗？是我按着你们的手让你们点菜的吗？今天既然要撕破脸，那就一次性撕个干干净净。哎呀，平安，这帝王蟹的腿儿我都给啃干净了，连点汤都没给你留。你小子天生就是个劳促命，配吃这种几千块钱一只的大螃蟹吗？菜是我们点的，酒是我们开的，烟是你嫂子拿的，这些东西全进了我们的肚子和包里。赶紧滚去前台把账结了，别在这儿扫我们的兴。这包厢不是我订的，是陈富贵订的。这满桌子的山珍海味我一口没吃，这高档的飞天猛酒我一滴没沾，我跟这顿饭没有任何关系。孙改花，你刚才不是说平安把你丢在包厢里挡在外吗？明明是你们自己把好东西全倒光了，一滴水都没让平安喝，还把他赶出去结账，你们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富贵啊，富贵，我活了70岁，今天算是长见识了。你把亲侄子当成砧板上的肉，想怎么割就怎么割。你现在还有脸来村委会闹事？村长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是我们喝多了，我们那是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大伯，要不是我昨天留了个心眼，一口饭没吃，一杯水没喝，留下证据果断走人，今天这70500的黑锅是不是就死死扣在我陈平安的头上了？乡亲们，你们评评理。他陈富贵签的字，孙改花拿的烟，赖二狗喝的酒，他们把肚子撑圆了，把兜里塞满了，凭什么让我这个连一口热饭都没吃上的绝户去买单？他们被酒楼扣下，掏空家底赔钱，那是他们贪得无厌，罪有应得。对，罪有应得，活该，这是报应，把这4个不要脸的赶出考察村。不，就算我们点菜了，我脸上的伤可是酒楼的保安打的。陈平安，你害我挨打，你必须负责。嫂子，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真以为没人知道？那2瓶没开封的飞天茅台被陈富贵塞进他那宽大的西装内扣里了。孙改花，那10条软中华整整29000块钱，是你自己塞进蛇皮袋里的。强子刚才还从里面抽走2条塞进夹窝里了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出29000？你们一家子黑干的吸血鬼！哎呦我的眼睛！敢打我男人，赖二狗！老娘今天撕烂你的脸啊！你敢踹我！闹了半天，你脸上的血秃子是被二狗挠的啊！大伯偷藏茅台酒，嫂子偷藏中华烟，为了几万块钱的账打得头破血流，你们这简直是一出大戏呀！丢人现眼，伤风败俗！陈富贵，你居然还好意思跑到村口来泼脏水！你把我们靠家村的老脸全都丢尽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下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了。大伯，嫂子，你们掏空家底，那是你们为自己的贪婪付出的代价。从今往后，我陈平安跟你们一家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如果你们再敢来打我1分钱的主意，我保证下一次播放的就不是这种录音了。陈富贵，你满嘴谎言，还企图煽动全村人来帮你讹诈平安，你这是诈骗未遂！你要是再不知悔改，我现在就给执法人员打电话，把你们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敲诈勒索10万块钱的事儿好好掰扯掰扯。村长，各位乡亲，你们听我说，这事儿不怪我们，我们本来就是想去吃顿普通的家常菜，全是他，全是赖二狗这个二溜子在旁边煽风点火。对，就是赖二狗，他平时就好吃懒做，昨天也是他非吵着要去吃大龙虾，要去喝飞天茅台，我们都是被他给带坏了啊！村长，强子和改花说的对，我一时糊涂，听了赖二狗的怂恿，都是这个赖皮狗带的头，你们要骂就骂他吧。你们一家想把屎盆子全扣老子头上，
想让老子一个人背黑锅？老子告诉你们，门儿都没有！你还敢狡辩？明明就是你贪嘴，你个没教养的绝团头！我贪嘴，我赖二狗是个混球不假，但我最起码敢做敢当。你们老陈家的人那是骨子里的烂。村长乡亲们，你们真以为陈富贵是今天才开始坑陈平安的吗？你们真以为他只是有这一次的问题吗？他陈富贵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认同，他过往的那些不当行为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。赖二狗，你闭嘴！你疯了！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？别听他的，他喝多了脑子有病。老子今天没喝酒，老子清醒得很。陈富贵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你以为你当年干的那些破事没人知道吗？二狗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陈富贵当年到底干了什么事儿？让他说，谁敢拦他就是心虚。乡亲们，15年前，陈平安的爹妈在镇上的翻砂厂出了意外，当时翻砂厂的厂长可是亲自来了咱们村儿，这事儿村长你也知道吧？我知道，那是平安的爹妈命苦，当时翻砂厂的效益不好，厂长说是意外，只肯给几百块钱安葬费。平安当时才10岁，陈富贵作为大伯出面去厂里交涉的，后来也是陈富贵张罗着把丧事办了。怎么，这事儿有什么蹊跷？只肯给几百块，那是陈富贵骗你们的。当时翻砂厂因为理亏，怕咱们村里去闹事，厂长私下里一次性赔了整整5000块钱的抚恤金，那可是15年前的5000块啊！二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！你有证据吗？我怎么没有？当年陈富贵去镇上拿钱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翻砂厂的会计当面把50张大红交到陈富贵手里的。当年有人拿了东西，塞给我2瓶酒和1条烟，让我别再提这件事儿。他回村就说没拿到多少，只说有几百块钱简单处理了后事。你们想一想，办完丧事第2年，陈平安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，靠着邻里帮衬才撑过来，而他陈富贵第2年就在村东头盖了4间大瓦房。他一个种地的，哪来那么多的钱盖房子？那都是和他亲属相关的钱。陈富贵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是本来要留作己用的钱啊，你就不怕心里不安吗？陈富贵，原来你当年骗了我，你骗了全村人。我当时就觉得翻砂厂怎么可能那么绝情，原来是被你这个给中饱私囊了。你干的这是丧尽天的死罪啊！不，这不是真的。爸，二狗是在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咱们家的钱是你种地攒下的，对不对？大伯，刚才在录音里，嫂子说我是绝户，15年了，我一直以为是我爹妈命不好，是我命不好。我10岁就辍学，在村里吃剩饭长大。我以为你也是尽力了。5000块，我妈当时如果在医院里有这笔钱，她根本不用放弃治疗出院等死。是你生生掐断了我妈的活路。平安，你听大伯解释，大伯当时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大伯当时家里穷啊，强子要学上学。不用解释了，5000块的抚恤金，这叫涉嫌重大数额的职务侵占和诈骗，这是刑事犯罪。喂，同志，我是陈平安，麻烦您再来一趟靠庄村，我这里有一起诈骗和侵占孤儿抚恤金的案子，要向你们实名举报。对，嫌疑人陈富贵就在现场，人证赖二狗也在。陈平安，刚才我们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，是谁举报15年前的翻砂厂抚恤金侵占案？嫌疑人和证人都在现场吗？同志，证人是赖二狗，嫌疑人是陈富贵。当年我父母在翻搭厂意外身亡，厂里赔偿的5000块抚恤金被陈富贵伙同赖二狗隐瞒私吞。这笔钱不仅是救命钱，更是我父母的买命钱。赖二狗，陈平安说的可是事实？15年前的案子涉及死亡抚恤金，性质极其恶劣。你现在如实交代，属于主动坦白。要是敢有半句隐瞒，罪加一等。同志，我交代，我全交代。15年前，陈富贵拉着我去镇上翻砂厂，厂长为了私了，给了整整5000块现金。陈富贵拿了钱，给了我2瓶酒和1条烟，威胁我说，要是敢露出去半个字，就把我赶出靠家村。他拿到那5000块钱后，转头就在村东头盖了4间大瓦房。同志，我就是个从犯，
我没拿大头，您宽大处理吧。同志，冤枉啊！那钱我是替平安代管的。我当时想着他年纪小，怕他乱花，就先拿来盖了房子。我想着等他长大了再还给他的。代管？你管到自己腰包里了？15年了，陈平安吃百家饭、辍学打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提还钱的事儿？现在事情败露了，你说是代管？你当法律是儿戏，当执法人员是3岁小孩吗？同志，我身为靠山村的村长，我愿意作证。当年陈富贵回来，亲口告诉我厂里只赔了500块，这事儿全村的档案里都有记录。他这就是丧尽天良的诈骗和侵占。陈富贵，你涉嫌重大数额的职务侵让罪和诈骗罪，情节十分恶劣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闯关调查。不，我不能坐牢啊！强子，改花，救救我呀！爸，这事儿我不知道啊，那时候我还在上学，盖房子的钱我以为是你借的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对，那是你15年前干的缺德事儿，我们可1分钱没看见。同志，这事儿不牵扯家属吧？15年前的5000块，相当于现在的几万甚至10万，这笔钱加上这15年的利息，陈富贵必须全额退赔给陈平安。你们作为家属和既得利益者，如果拒不退赔，那次用抚恤金盖起来的大瓦房，法院有权直接查封拍卖。什么？要退钱退利息，还要查封房子？我们昨晚在海霸王已经赔了7万多，连棺材本都掏空了，我们上哪儿再去弄这10几万的退台款啊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倾家荡产了，连个住的窝都没了。来二狗，你作为包庇者和知情人，也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大伯这回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跟同志说说情，大伯砸锅卖铁也把钱还给你，你别让大伯去坐牢啊！迟来的道歉换不回我父母的命，也换不回我这15年吃过的苦。至于那笔钱，法律判你赔多少，我1分都不会少要。这一家子行事也太不妥当了，平时在村里走路都带着劲儿，之前盖房子的事儿也一直没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法。陈强，你爹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媳妇儿孙改花昨晚还能在饭店里点2800的龙虾，你们吃得下去吗？不怕肠穿烂肚吗？你们别骂了，我真不知道盖房子的钱是那么来的呀。我们也是受害者啊，我们昨晚刚被饭店讹了7万块钱，现在还要我们退钱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孙改花，你少在这装可怜，那7万块是你们自己贪心不足吃进去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一家在靠家村的所有集体分红全部扣除，用来冲抵陈富贵欠平安的债务，直到还清为止。乡亲们，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做人要讲良心。像陈富贵一家这种6亲不认、欺压孤儿的败类，咱们靠山村绝不姑息。以后谁要是再沾染他们家的半点晦气，别怪我老头子翻脸不认人。对，不搭理他们，把他们当透明人，把他们当透明人。王婶儿，我家没盐了，你给我拿包盐，再拿2把挂面。哎呦，空气怎么突然这么臭啊？走，赶紧回家洗衣服去，别沾了晦气。不卖。王婶儿，你开门做生意哪有不卖的道理？我有钱，我给现钱还不行吗？孙改花，我王婶这辈子做生意什么钱都赚，就是不赚你们这种黑心肝的钱。我这店里的盐怕咸死了你这吃大户的胃口。拿着你的脏钱，给我滚出去！你这是落井下石，等强子在外面发了大财，回来有你们好看的！靠山村没你们这种人，滚出去！孙改花，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，这套房子底高平安父母的抚恤金，咱们村委会也做了见证。今天叫你来，是平安还有最后一份文件要跟你签。还签什么？房子都没了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。陈平安，你还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吗？嫂子，我要是想逼死你们，今天坐在对面的就不是律师，而是要债的了。这是断亲书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一家是生是死，是负是债，跟我陈平安没有任何关系。签了字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平安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绝？15年前大伯拿走我救命钱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绝不绝？之前在海霸王，你们逼我去结7万块钱账单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绝不绝？
签字吧，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。平安现在不仅有80万，还拿回了房子，这在咱们村可是首富了，估计马上就要去城里买楼房了吧？是啊，这孩子从小受苦，现在有了钱，离开这个伤心体也是应该的，就是以后咱们村少了个踏实肯干的好后生啊！乡亲们，今天耽误大家一点时间。这几天村里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陈平安清理了门户，讨回了公道。很多人猜我是不是要拿着钱去城里享福了？我不走，我是靠沙村吃百家饭长大的。15年前我最难的时候，是王婶偷偷往我怀里塞热乎的烤红枣，是老村长顶着压力给我申请了贫困补贴，是村东头的李大爷教我怎么修理农机。我陈平安虽然除掉了家里的毒瘤，但我没忘本。乡亲们，我手里的钱1分都不会拿去城里挥霍，我已经跟村长签了合同，用这笔钱把咱们村后头那300亩没人要的荒山全部承包下来了。包黄山？平安，你疯了？那山都是石头和黄醚，种棒子都不长，你包那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不是废山，那是种高档黄桃和翠柿子的风水宝地。我早就找镇上的农技站专家来看过了，咱们这儿的土壤透气，日照时间长，种出来的果树绝对能卖上好价钱。我不仅承包了荒山，我还全款订购了3台最新型的大型旋耕机，2台自动喷药无人机。平安这是要在咱们村搞现代化的大果园，这跟咱们村招商引资了啊！但是这么大的工程我一个人干不来，我需要人手，需要咱们村那些真正踏实肯干的老少爷们儿。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，只要愿意来我果园干活的乡亲，不管男女，只要手脚迷离，我陈平安1个月给你们3500的工资。年底果树挂果见效要了，还给大家发奖金分红。平安，婶子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储草包绝对没问题，婶子第一个报名。平安，你这是给咱们全村人找了一条活路啊！乡亲们，咱们靠家村穷了太久了，以前是咱们没本钱，现在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我保证3年之内，让大伙儿都能盖上新瓦房，让咱们村的娃娃都能去镇上念好学校。爸妈，当年那笔钱我不仅拿回来了，我还让它变成了满山的生机。靠贪婪和算计永远走不远，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才能把腰杆子挺得笔直。这靠山村的穷根，今天我陈平安带头给他拔了。